在小马克思政府的推动之下，中非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跌入了低谷。面对这样的局面，菲律宾国内的某些人居然还想着同中国做生意。对于菲律宾这种企图一边与中国做生意，一边同美国买军火的做法，很多人直呼中国的钱不是这么好赚的。那么，这次菲律宾官员就中非双方的经济合作表态，究竟是有意拖延时间，还是真心想要合作呢？未来中国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同意与菲律宾展开合作呢？将来中国和菲律宾还有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吗？根据中国海警部门公布的消息显示，6月17号，菲律宾方面再度派出了1艘运补船和2艘海上快艇，企图对于我国的仁爱礁发起冲击。在菲律宾方面做出精神行为之后，我国的海警人员立即与菲律宾船只在现场展开了对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方再三向菲律宾方面喊话，阐明中方的立场，菲律宾方面甚至做出了恶意冲撞的动作。很显然，菲律宾就是想把事情闹大，等到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菲律宾再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指责中国以大欺小，这种企图以弱凌强的阴谋简直歹毒至极。为了避免事情继续恶化，我国的海警人员立即对菲律宾方面的船只展开了登临检查作业。对于船上部分持有枪械的菲律宾人员，我国的海警人员也直接缴了他们的械。面对部分仍然打算疲于顽抗的菲律宾人，我国的海警人员直接拔出了一把斧头。看着中国海警人员亮出的明晃晃的冷兵器，这回对面的菲律宾人总算是老实了。最终，中非双方在仁爱礁周边的这场冲突以一种有惊无险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但菲律宾方面依然有人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受伤，一名来自菲律宾特种部队的士兵甚至在这次的冲突事件中被夹断了拇指。此事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了媒体的热议，菲律宾更是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在国际社会上塑造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并指责中国在仁爱礁问题上对菲律宾展开欺压与羞辱。菲律宾军方高级将领甚至还公开要求中方尽快归还在本次冲突事件中收缴的菲律宾枪械，并赔偿菲律宾在本次冲突事件当中所蒙受的损失。面对菲律宾方面这种贼喊捉贼的举动，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去回应，甚至也没有兴趣去搭理。这一切说到底都只不过是菲律宾和部分西方媒体自娱自乐的把戏。不过，或许是看到这样的宣传攻势起不到什么效果，最近菲律宾的部分高官又改变了说辞，他们在媒体的镜头前公开表示，未来菲律宾政府还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在当下中国与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如此紧张的背景下，这些菲律宾官员的话宛如一记惊雷，立刻在两国的舆论场上掀起了阵阵波澜。这回终于有媒体开始关注起菲律宾官员的态度了。根据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当地时间6月20号，菲律宾国家经济与发展局局长阿塞尼奥·巴利萨坎接受了著名媒体日经亚洲的采访。巴利萨坎告诉日经亚洲的记者，尽管现在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菲律宾政府仍然希望与中国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规模。菲律宾方面甚至做好了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的准备。巴利萨坎居然还表示，虽然当下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有矛盾，但菲律宾在投资方面的政策是一视同仁的。未来菲律宾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企业设置投资门槛，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成长。巴利萨坎的话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人们实在是想不到菲律宾官员居然还有脸要求中国企业前往菲律宾投资。在这种时候，任何一家正常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规避前往菲律宾投资的风险。有分析人士发现，其实巴利萨坎说出这番话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长期处在紧张的状态当中，这让菲律宾的经济不堪重负。几个月以来，包括巴利萨坎在内的诸位菲律宾高官一直在寻找机会拉近菲律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积极地寻找外国企业前来菲律宾展开投资。同样是在6月20号，菲律宾财政部部长拉尔夫·雷克托还向日本的企业发出了喊话，谈话的内容同样是希望日本企业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前往菲律宾展开投资。在随后，雷克托还以菲律宾财政部部长的身份会见了几家日本企业的代表，看上去菲律宾与日本已经就双方的经济合作达成了初步协议。目前，三菱集团、双日株式会社和村田制作所等日本企业明确展现出了想在菲律宾进行投资的意愿，这对于近期接连遭受失败的菲律宾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然而，中国能给菲律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终究不是某些日本企业所能够相比的。作为菲律宾的第一大邻国，同时也是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中国一直在对菲律宾的合作事务上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可是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之后，菲律宾国内的某些人就开始大肆的炒作反华舆论，并企图以这些舆论来影响政府决策，最终达到破坏中菲关系的目的。而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一旦被破坏，双方的经贸合作在短期之内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这对于中国而言或许没什么，但对于菲律宾而言可就是巨大的损失了。根据部分中国媒体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坚持在仁爱礁周边对中国胡作非为，现如今菲律宾已经逐渐被排除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展开经济合作的体系之外。也不知道小马克思在看到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开花结果的时候，内心会不会生出那么一丝后悔的情绪？或许菲律宾政府这个时候选择悬崖勒马，还能够赶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浪潮。根据中国日报网等媒体公布的消息显示，在2024年的前4个月，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整体上升了 4.8%， 这个数字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额却下降了 10%， 这显然与中菲双方在仁爱礁周边的冲突事件有关。毕竟，任何企业在展开投资时都必须要考虑政治背景，一旦政治大环境变得不稳定，企业的投资就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如果未来菲律宾不着手改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恐怕中菲之间的经贸合作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这些数据都在说明一个事实：目前中国同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正在逐步增长，但我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却在逐渐下降。再这样下去的话，菲律宾恐怕会被彻底排除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体系之外。届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会给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而只有菲律宾因为跟着美国的脚步参与反华攻势，继续维持着其国内糟糕的经济局面。就算菲律宾政府能够接受这一切，菲律宾人民恐怕也不会答应。最近，美国著名智库席勒研究所就发表了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科特的一番话。斯科特借机对菲律宾的某些政客发出了警告，并一语道破了美国与菲律宾外交关系的本质。斯科特表示，自己曾经在菲律宾长期服役过，因此他对菲律宾人民和菲律宾这片土地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并不希望菲律宾继续跟随美国的脚步，与中国唱反调，因为这对于菲律宾而言没有任何好处。斯科特认为，当下的菲律宾政客应该明白，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而美国只是将菲律宾当成工具的幕后黑手。只有中国才能够带给菲律宾真正的发展与繁荣。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根本不会有启动的那一天，因为从始至终，美国都只是希望利用这个条约当做一个诱饵，引诱菲律宾不断同中国爆发冲突，向中国发起挑衅，而自己则选择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甚至不光是美国将菲律宾看作工具，在日本的眼里，菲律宾同样也是一个工具性质的国家。眼下他们不断怂恿菲律宾与中国爆发冲突，如果菲律宾真的与中国爆发冲突，他们又会立刻与菲律宾保持距离。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始终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斯科特所发出的这些谈话内容，小马克思不会不明白，但他依然选择了跟随美国的脚步，加入反华攻势，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他对于个人和政治集团的利益考量。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之下，总会诞生一批不顾国家利益，只会一味奉迎的卖国政客。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地喊着所谓的民主口号，但暗地里干的却是出卖国家利益、争取个人前途的勾当。也许只有当菲律宾人民彻底擦亮眼睛，认识到小马克思政府的面目之后，中菲之间的关系才能迎来根本性的改变，菲律宾才能真正的拥抱未来。而作为菲律宾的邻国，只要中菲之间保持友善的关系，中国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对菲律宾敞开合作的大门，因为这不仅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也是中国不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之一。